何かご用事ですか？私これから。はい。是什么让女孩听见制作人打电话到家里就受到惊吓呢？事情的来龙去脉要追溯到2周前。绑着黑发双马尾的女孩名叫福丸小蜜，面试时怎么都按耐不住的紧张。经过制作人经验老道的调试后，引导式的询问出小蜜出于青梅竹马接二连三加入283，所以产生想与之跟进的意愿。也许是从跟原乡和透的相处理解到青梅竹马的羁绊对他们每个人非常重要，又或者发现精神紧绷的小蜜只有在谈论彼此的时候才会面露笑容，制作人最后同意了小蜜的报名，但也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作为偶像，小蜜必须找到自己想成为的形象，这是制作人交给她的课题。わかりますか？そうなんです。すっごく仲良しなんです。そうなんです。なりたいアイドル。私は、然而有别于怕生易受惊吓的印象，光是 Wing 第1周的相处，制作人就明白到小蜜在 Noctu 的存在，就像催化剂，可以让其他成员心生再多努力一点的想法。训练课程结束后，小蜜如果没有其他行程，就会留下来自主练习。令察觉此事的透和原乡一旦自觉当天的训练成效不佳，也会跟着留下来或另外抽出时间补强进度。就连面对制作人依旧坚持自己既然跟上进度，就绝不多花时间练习的除菜，则偶尔能看见他体认到小蜜的努力，而带糖果点心去给训练结束后的小蜜。从这点来看，透虽然有着领袖魅力，又是实质上牵起4人缘分的中心人物，可从偶像事务的角度来看，有意无意地提升 Noctu 的训练成效，并且担任和制作人联络团队事务的沟通管道。说小蜜光是存在就能促使的化学效应，是推动 Noctu 前进不可或缺的要素，也非言过其实。Wing 的第1周让制作人了解小蜜的第1个优点，却也隐约地暗示了影片开头提到小蜜对制作人打电话到家里感到惊愕的原因。当时制作人提出基于职责，必须和他的父母说明偶像事务对学业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小蜜明显有所顾忌地表示双亲很忙碌，自己会再和他们商量出适合的时间。但他这时可能没料到，下次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制作人已经和父母联络过了。真相是小蜜其实没有和家里提起任何关于当偶像的事。录取后被嘱咐要由爸妈确认签字的文件，是小蜜模仿双亲的笔迹代笔签字的。定义上的伪造文书罪名，也被戏称是偶像大师史上第1位在官方文本中严格说起来有犯罪行为的偶像。终于找到超越青梅竹马的特别之处了，小蜜。看见害怕东窗事发就不能再当偶像的小蜜，制作人表示对没经过同意和家人联络这件事自知理亏。比起进一步追问理由，制作人更想弄清楚他继续偶像事务的意愿。我们也从小蜜的娓娓道来，理解跟上青梅竹马的脚步这件事对他有着重要意义的原因。只有家教严格的小蜜，从小的生活重心被放在用功学习上，那些同年龄层的孩子司空见惯的零食和童年娱乐，在他的认知中是十分生疏的。加上国中3年的时间，唯独小蜜在不同的学校度过，这让好不容易升上高中后，终于再次与青梅竹马相聚的小蜜，对这个舒适圈有着很高的依存性。正因如此，当透等人纷纷成为偶像时，内心对这样下去又要落单的恐惧，驱使他前来283报名成为偶像。即使知道对方是同事务所，但一见到外表和气势不像是和蔼可亲，小蜜就会怕得根本无法正常对话。
相比上会生气的对透和楚菜说教，以及一旦被 Noctu 的成员夸奖后，甚至会自豪地说：“离开我，大家就变得不行了呢。”如此的反差都显示着小蜜对青梅竹马的高度依赖，同时也导致了制作人最初评估小蜜恐怕不适合当偶像，最后却回心转意的关键。谈论起青梅竹马时的笑容和快乐，制作人认为有人会因为小蜜的这些面相而喜欢上她，以及把学习时的努力不懈运用在偶像课程时的认真，这些都令制作人很快的对小蜜改观。毎日学校が終わってみんなでここに来てレッスンするの楽しかったです。中学校はみんなと違う学校だったし、今まで私放課後は勉強ばっかりで、私もみんなと一緒に特別になれたみたいで、だけどお母さんがいいよって言うわけないから、楽しくなるほど言えなくな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私、ちゃんとした理由とか、どうなりたいかとか、まだ全然ないけど、それでもアイドル、やりたいって言ってもいいですか？小蜜坦诚，目前仍找不到自己成为偶像的明确目标，但真的很享受放学后和大家一起来到事务所受训的时间。制作人承诺会陪同他去好好说服父母，先决条件建立在偶像事务必须兼顾学业之后，这才正式的获得了双亲的许可。放下不必再欺瞒事务所和家人的重担，加上努力一点一滴的累积出实力，评审公布了 Wing 决赛的优胜者是福丸小蜜。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此刻小蜜的心境上也完成了一定程度的蜕变。Wing 结束前的最后一个章节，制作人在公园找到了正在沉淀优胜心情的小蜜。只是从小蜜的侃侃而谈，可以知道他准备好交卷那张制作人发给自己的考题，名为想成为什么样偶像的答案。小蜜或许没有透天生散发的魅力气质，也没有原香借着歌声能传唱情感的天赋，更没有楚菜那说是天才也不为过的专长。但正因为小蜜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稳扎稳打并一步一脚印获得的，使得这个体会过独自努力的女孩能设身处地的明白和她同样孤单奋斗过的人遭遇什么心情。倘若瞧见她努力而开花结果的深知能受到鼓舞，让自己的存在成为恐惧的失去归宿的人们一个通过喜欢和支持自己而找到同伴的容身之处，那么小蜜想成为那样的偶像。一人でいるときはいつも考えてました。私みたいになんとなく自分に居場所がないって、そんな風に思う人はきっといっぱい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だけど私を応援していれば、ライブに来れば仲間がいっぱいいて楽しいって、そういう場所がみんなの、みんなと私の居場所になったらいいなって。もしも私がそういうアイドルになれたらって。はい、これで合ってますか？不过小蜜有所不知的是，当下自己所设下的目标，在旁人眼里早就是小蜜已经达成了里程碑。不只是 Wing 决赛到场声援的观众，Support SSR Fab 看见小蜜心念弄丢了吊饰，而网购了同个角色的玩偶的原箱，还有在 Support SR 喜开喜 U 斗谁，本来毫不在意被不认识的教师看低的厨菜，
看见小蜜愤怒地替自己打抱不平后，答应多花空闲的时间和小蜜一起读书的邀请。也别忘了被小蜜一直憧憬的透，在团体剧情天成和五米 A 德鲁兹莫里贾纳克达西都有认同小蜜的努力而转让出焦点的位置。好比曾经说过，努力对他来说只是追上别人的家常便饭。小蜜始终认真看待自我和周遭事物的态度，已经借由他的一举一动，将正能量传递给了注意着小蜜的所有人。制作人从小蜜身上见到展现努力的模样所能带来的吸引力，因此在挂的时候把记录着小蜜勤奋练习的照片当作宣传，想借此拉高深远度的做法，却造成了小蜜的困扰。他曾经在 Wing 时期多少提起努力在他心目中只是为了和别人从同个起跑点出发而必须缴出的额外入场费，是他自认从根本上劣逊别人的证明。经过这件事后，我们进一步能得知，小蜜不想让别人发现努力时的自己。天鹅游泳时水下奋力摆动的脚掌，有人当作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的拼命，却有人视为还是藏在水面下就好的笨拙。生气归生气，小蜜还是很感谢制作人劳心劳神替他着想挂要如何宣传。一直以来为了找到适合的试镜而疲于奔命，自己却并不是每次都能通过厂商的要求。恐怕这次主动表示不满的背后，也是挂了备赛期间所累积出的压力所导致的。体验到应该多和小蜜沟通的制作人，几番讨论后决定将 SNS 宣传的内容放手交给小蜜去做。就像陪同儿童第一次骑双轮车，害怕他们跌倒而在后面帮忙维持重心的手，也该适时在小孩觉得不自在的时候放开。偶像事物的过程由小蜜亲自经手更多，或许意味着要经历更多跌跌撞撞，但从中获得更多的经验，也让他在摸索如何前进的道路上，对目的地的位置越来越清楚吧。応援するきっかけも魅力も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がやってくれた SNS の投稿とかが、私がアイドルをやっていくのに必要なことだったって私も思います。どんな形だって応援してもらえるのは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ことだし、自分以外の人だって当然努力してて、たくさん辛いこと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を抱えて向き合ってるんだって、ちょっとだけですけど、それが分かったような気がして。してたのに、やっぱり私は下手くそでかっこ悪いところを全部みんなにさらけ出して、それでもこんなに頑張ってるんだって、それが私のいいところなんだ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をステージで言えるほどまだ強くはなれそうにないんです。はい。それって私のサポートのサポートじゃないですか？
もしれないです。挂的故事让小蜜在偶像的道路上更前进一步。Landing Point 的故事则揭露了小蜜与家人的相处状况。距离 Noctu 团体专场演出的那天越来越近，制作人想用回忆作为主题，希望小蜜能提供 IT 时代的照片。随着故事章节的前进，我们借由制作人的视角看见小蜜会给予关心，有点严厉的训斥晚上独自出门的妹妹，也会在一同翻阅相簿的时候，听见小蜜当初决定当个听话的好孩子的初衷，是见到妈妈十分辛苦照顾刚出生的妹妹，不愿再多添麻烦，决定对双亲的教育绝无恶言。如今的小蜜察觉此事，也自嘲过，说不定内心深处的她只是希望得到夸奖，才自愿当个好孩子。回头来看，小蜜对透、原香和楚菜一同共处的时间非常重视这点。与其说是逃离严格家教之下喘口气的所在，不如说小蜜对待家人和朋友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但不代表任何一边是另一边的負担或避難所。元はよくぐずる子で手がかかったんです。今もあんまり変わって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最初は本当にただ何か力になりたくて、お母さんが大変そうで、だから笑ってもらいたいだけだったんです。多分お手伝いをしたら笑ってくれるかなとか、お勉強ができたら喜んで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思って。ちゃんとずっといい子でいないとって、もっとやらなきゃって思ってるうちに、求められている通りでいないと、そこにいちゃいけないような気がして。私、同じ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ばっかりで、昔から変わって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お母さんのためにいい子でいいよとか、誰かに居場所を作れるアイドルになろうとか言って、本当は誰かのためなんかじゃなくて、私がすごいね、偉いねって、ただ褒めてもらいたかっただけなのかもしれません。开导完小蜜，其实应该对自己替他人着想的特质感到自豪。几天后，制作人提议小蜜将团体专场演出的门票送给家人。如果看够了小蜜的演出以及到场支援她的粉丝，双千和妹妹或许就能更进一步了解小蜜。就当两人即将抵达小蜜家时，小蜜的妹妹的出现，同时带来了小蜜一直不知道的事实。今度のワンマンライブのチケット渡そうかと思って。あるよ、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が用意してくれたの。お母さんが来れるなら一緒に来て。でもお母さんがその日来れるかわからないから、ちゃんと確認してからね。ライブの日程も何も伝えてないし。なんで？私まだ言ってないのに。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伝えました？
そんなことしてるかな、お母さんが。好比 Landing Point 优胜后瞒着小蜜和制作人打过照面，并希望制作人能在偶像之路继续协助宝贝女儿。母亲始终是爱着小蜜的，甚至让妹妹觉得自己的妈妈有点偏心。希望小蜜维持主语作为新生代表的学业，不外乎是想要她趁年轻尽可能具备实力。没有阻止小蜜成为偶像，默默地持续关注着女儿在偶像之路的发展，不也代表身为人母的她，依然十分关心着小蜜在追逐心之所向的旅程吗？那就在学校与老师三方会谈后，要看起来没有自信的小蜜的振作起来的话语背后，莫过于对必须兼顾学业和偶像事务的女儿，只会越来越忙碌和困难的人生唯一能给的祝福吧。曾经期许作为偶像的自己，能成为即使素昧平生的孤鸟也能归巢的容身处。来到了 Landing Point 之后，小蜜反倒借由偶像活动，与家人的距离更加接近了。对她来说，想必也是一种救赎吧。私にはそんなの全然。そうだったんだ。一つ分か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私、アイドルってすごく大勢の人を笑顔にしたり元気を与えるような人なんだって、そう思ってたんです。だからたくさんの人が私たちのライブを自分の居場所だって思ってくれたらいいなって。もちろんそれができたら一番いいんですけど、だけど今回のワンマンライブを通していつも近くにいる人とか今応援してくれてるファンの人をもっと大事にしたいなって、そういう人に喜んでもらって、それですごいねって歓声が聞きたいのかもって。もっと高い目標を持った方が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し、アイドルとしてこれで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けど、でもようやく地面に足がついたような気がするんです。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小蜜的故事有许多串联起朋友和家人的描绘，谈谈你对他的看法。我们距离完成全角色介绍又更进一步，那就下支影片见喽。